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实测啊。当然，在造型之前呢，我们要把造型的这个整体的基本型吹出来啊。这个在前面的造型已经讲过了啊。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刘海呢分个小三角啊，小三角。好，分个小三角的发片，滚梳平行画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好，吹风口加热发根。第二步。 还是滚梳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加热发根，吹风口转成纵向，转成纵向，加热。好，我们的加热发根的时候，要让它更加的蓬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边加热边定型，边加热边定型，加热定型。好，多加热多定型。好，接下来我们把下面这个地方。 大的这个三角区域分出来，过渡一下。过渡的目的主要让整个头顶上的刘海和我们两侧的这个头发呢有个衔接的一个作用，看起来会更加的自然。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不要大三角，不要。好，继续把这个小三角分出来。 好，向它相反的方向推完以后，那这个时候加热发梢，回过来。接下来，我们大的这个刘海不要啊，我们只需要小的这个地方，剪完这个刘海的长度，滚梳平行画分线，向它相反的方向推走，这个大的三角弧度过来就可以了啊。 OK， 好，刚才这步我们最后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吹的这一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一步非常操作，就是你看加热完能够带一个大的就从这个地方分过去，是个三角发片，带个大的弧度过来就可以了。 OK， 好，吹完以后呢，它有这样的一个上面，它会呈现出一个明显的效果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我们刘海吹完以后，它整体的在侧面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些效果啊，这样子它就这样子呢，就看起来就比较有气质一点啊。 那这个地方它的高度要到哪里呢？到我们的颧骨这里啊。那目的是什么？要修饰整个的颧骨的位置，让它脸型看起来更加的精致啊。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到另一侧啊。这边分的是还是一样，同样的分个小三角的一个发片。好，分好以后呢，滚梳平行画分线，带紧张力，向它相反的 方向去推，先加热前面。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还是平行画分线，这个时候加热发根。好，多加热，多定型，让刘海更加的持久。多加热，多定型。 加热，多定型。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大的三角区域分出来，做个过渡衔接的作用，向它相反的方向去推，边推边加热，边推边加热。好，这里大家有的同学就会问了，那老师，我们这个地方吹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温度去吹，或者用什么风去吹？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最高温去吹就可以了。好，谢谢。好，我们过渡的目的是让它更加的自然。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刘海呢，我们只需要分到我们的什么想要的这个点就可以了啊，就是我们剪完的这个刘海的这个长度，不需要分那么多。我们刚才这一步只是拿去过渡一下啊。接下来分这么一点点啊，加热完了以后加热发梢。
好，发烧完了以后呢，好，长的这个不要啊。好，这个牛耳呢就起来了啊。我们看到它整体呢有这样一个效果出来啊，那说明我们这个牛耳就成功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发型啊，在没做发型之前呢，我们能够看到整体的很漂亮的一个基本型。那我们这个整体的发型，我们在下面夹任何的卷度都是很漂亮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到后面这里，那后面这里呢，我们采用的方式是一个小三角的方式去分区啊。这个三角是一个，那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是个正的三角啊。好，这个三角分好以后，梳头进梳，加热，加热，加热，往上提，往上提，好，带个弧度出来。目的是做我们的后部这个地方的一个蓬松度啊，做这个地方的一个蓬松度。OK， 那整个刘海呢，我们就这个操作流程就结束了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刘海的这个流向啊，整体的这种感觉。OK， 好，我们慢慢的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侧面，再到前面这个样子啊，整体的轮廓，再到另一侧。OK， 整体它出现了一个什么？一个八字的一个形状啊，这个八字的这个刘海啊。好，我的正面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造型了啊。那我们分区的方式呢，采用上3下7的方式啊，上面3份，下面7份。好，因为我们这个发型，我们在采取做造型的这个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头上我夹发型的时候只夹10片，所以说我们在分的时候呢，下面要让它更加有稳定性啊。好，接下来我们分区的方式呢，采用上3下7的方式啊，把它分出来。好，角度拉高。那今天选择的这个手法呢，是称为正反卷啊。那正反卷在卷的过程当中要记住个点，就是我们在卷圈数的时候和角度的问题。那这片我们在拉角度的时候，一定把这个角度拉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卷这个形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它呈现出个菱形。那如果说我们不把这个角度拉高，它菱形就会往下走啊。好，所以说这个角度我们把它拉高啊，它在两边呢会呈现出一个菱形的效果。那在这个卷发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反卷的这个圈数，第一下我们保证它是1圈半。那接下来到第2下的时候，到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保证它是什么呢？是1圈的位置啊，不能够把它卷得太卷了啊。好，我们卷造型的时候，记住啊，是靠滑行的，不是靠卷出来的啊，滑自然点点。好，卷完饱满向后，收紧向后，接下来继续饱满向后，滑行1圈的位置就可以了。正常来说，这个手法我们在卷的时候呢是1圈半，但是今天我们要的造型是比较柔和的，比较自然，所以说我们在卷的过程当中呢，不能让这个卷张力太过大，所以说我们圈数就不能到1圈半去，1圈就可以了。那我们在卷1圈的时候，看我们这个发梢都是慢慢的滑行出来的卷度啊，不能够直接卷，直接卷完的这个卷是比较死板的啊，不够自然。OK， 我们把它放这个地方看一下啊，整体的这个效果。好，是比较自然的啊。好，继续。好，我们在分区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水平线以下分一层啊，分一层出来。颈背区的头发，因为我们这里是属于颈背区，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采用服帖的一个效果啊，要制造一个服帖的效果，所以说我们采用的手法是一个什么收紧的手法。那这个手法呢是收紧向后啊，收紧向后的正反卷，1圈半，这个地方可以到的啊。好，多滑行。多滑行，好，可以增加它的变数，但是不能增加停留的时间。好，卷完1圈半以后呢，接下来到第2地方，饱满向后，饱满向后。好，接下来角度降低，找到凹面，收紧向后。
这个手法称为正反卷啊。那颈背区这个地方的这个卷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要保证它比较柔和、比较自然。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卷得特别卷，特别是发梢这个地方，我们是靠滑行出来的啊，不能直接卷出来。好，我们把它往前面放。OK， 它在这个地方呢，它会过渡衔接。接下来继续。那卷的是我们第二层啊，到第二层的时候，我们要把两侧这个地方的头发呢先卷掉啊。好，这一层头发我们先卷掉。好，手法还是一样，饱满向后，高角度提拉，饱满向后，低电棒卷到1圈半的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角度降低，好，找到凹面，收紧向后。收紧向后，多滑行，多滑行。好，继续饱满向后。好，饱满向后。好，找到我们的凹面，收紧向后。好，看一下啊，我们把发梢是慢慢的滑行带出来的，不是直接卷的啊。然后卷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打散开。为什么要打散呢？因为打散开以后，这个卷会更加的自然柔和一些啊。所以说我们卷完以后放在这里啊，把它打散，那我们看到整体的这样一个弧度就出来了啊，整体这样很完美的，就一个很柔和的弧度就出来了啊。好，接下来继续。那这层我们分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啊，前面的这个高度要一致，饱满向后，高度要一致。饱满向后。饱满向后。好，接下来角度降低，收紧向后，多滑行，多加热。好，滑行再加热，制造我们的什么？主要制造张力和弹性。还有滑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让这个卷曲度它的跨度变大，这样卷就会比较柔和一些。因为我们在店里面卷这个手法，其实卷出来是很容易卷的，容易过卷，就是那一太卷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比较老气啊，就不够自然。好，继续把这个发梢呢是滑出来，看啊，发梢是卷到1/2的是慢慢的带出来，哎，对了，这样的卷度会比较自然些啊。好，继续，我们到上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啊。那我们这里采用的手法就是下面一层是收紧的，到上面这2层呢都是饱满的手法。起卷高度记住啊，一致，都是饱满向后啊，饱满向后，起卷高度要一致。当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我取的发片是比较厚的，所以说我在加热的时候呢，大家会看到我在不停的去把电棒滑行它，然后呢不停的加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造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啊，一定要多滑行多加热，这样子增加它的弹性，带紧它的张力。好，这种卷完以后，它的持久性会更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店里面做完的造型呢，持久度是不强的，所以说是要么是我们的温度不够，或者是张力不够啊，张力不够了，它弹性就不够足，所以说它支撑的卷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容易直掉啊。好，继续走，多滑行。那如果说它不够足以支撑这个卷的这个张力的时候，我们做完的顾客啊走出去，一会儿就直掉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这样子的目的就是增加它里面的弹性啊，保证它每一根发片、每一片发片、每根头发都受热均匀。好，继续。看好这个发梢，慢慢的滑出来，带到1/2的时候啊，往上卷一下。好，我们用手啊往前面梳一下，大家看一下整体呢出现这样一个弧度啊，就比较自然的一个弧度啊。好，接下来我们到另一侧，也是一样，同样是上3下7的分区方式。好，
这里我们在分的是呢，在耳点的位置啊，这个宽度在耳点的位置就耳点的位置就可以了，不要分得太宽。好，饱满向后，角度拉高。好，继续多加热，多滑行，然后带紧张力往外拉，增加头发的一个什么持久性。好，接下来角度降低，找到凹面，收紧向后，收紧向后。好，找到凸面，饱满向后。好，角度降低，找到凹面，收紧向后。发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慢慢的把发梢划出来，到发梢1/2的时候啊，往上走一下，让这个发梢呢变得更加的自然，柔和一些啊，不能卷出来是属于往上翘的啊。这发梢卷出来它是比较柔和的啊。OK， 这样一个质感的这个发梢呢就出来了啊。OK， 好，我们接下来到下面一步啊，到这个边颈背区这里。那我们颈背区分区的方式呢，和我们的左侧一样，水平线以下分层出来。那大家看到我在夹头发时呢，这是个细节，就是我们把头发往上轻轻的反折一下，不要把它留起来。好，这里也是一样，颈背区主要是制造服帖抚顺的效果，所以说我们采用收紧的手法去走啊。那这里呢还是采用收紧向后啊，两边方式都是一样的，收紧向后，角度降低，带紧张力，1圈半，走，多滑行。特别是颈背区这片头发，我们如果说卷完以后它直掉的情况下，这片头发直掉，你们放到前面去，它会很难看的，因为到前面这个地方呢 ，S 的一个花型的弧度没有啊，它是直的就不怎么好看了，整体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好，然后呢，角度降低，收紧向后，也就是说我们收紧向后，饱满向后，收紧向后，流向都一样啊，发梢慢慢的带出来啊，不需要它太卷，作为一个自然的发梢的弧度啊，慢慢的带出来。好，让它冷却一下，冷却一下。好，然后呢，把这层分出来。好，到这层以后呢，我们先把两侧这个地方的头发啊，先卷掉，还是一样，不能太宽，到耳点的位置就可以了。那么卷的这个高度啊，卷的高度在哪里呢？还是接着我们刘海的这个高度就可以了。这里主要的目的还是制造出一个什么菱形的一个效果出来。上面这个地方啊有个菱形的效果，所以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角度都是拉高的。好，角度降低，找到凹面，收紧向后。看了这个地方，我们电棒稍微转斜一点，斜45度，斜45度。好，滑行它，不要直接卷，再饱满向后，饱满向后，斜一点，饱满向后，斜点。好，角度降低，找到发梢，收紧向后，慢慢的到发梢往上卷。看一下啊，慢慢的卷，带个 C 型的弧度出来。OK， 打散。好，继续往上。好，反折上面去，分出来。看了啊，这层头发我们在卷的时候呢，要和前面的这个高度要一致啊。饱满向哪里呢？饱满向后走啊，还是一样，角度拉高，饱满向后。看一下这片头发是，大家在店里面在卷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头发的发量。比如说啊，今天这个小姐姐她头发相对来说还是蛮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在店里面遇到发量比较少的时候啊，发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在分的时候呢，会好加点。但遇到多的时候，如果说大家在卷的过程当中啊，感觉这个一电棒卷不完，可以怎么办呢？分为左右两束去卷，这样也是可以的啊。比如说这边头发我们再分开，把这个地方分开，分成两边一样去，就是分成两片去卷是可以的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控制不好，特别是有的同学这个在店里卷的时候啊，如果说控制不好夹片
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卷出来是毛的啊，或者张力不够，卷出来容易直掉啊。好，继续往下，角度降低，收紧向后，收紧向后啊，多滑行啊，发片比较厚啊，我们叫多滑行，多加热。看一下，电棒是走的啊，电棒是在上面是走的，没有停在这里。好，继续找到凸面，饱满向后，饱满向后。好，角度降低，收紧向后。到发梢看好了，到发梢我们要走慢点点，快到发梢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卷进去啊，发梢1/2的时候啊，发梢卷进去，往上走一下，这样子我们卷出来发梢是比较柔和的啊。不要直接卷，发梢是靠滑行出来的，我们卷也是，我们整个造型也是靠滑行出来的。过度的去卷这个发型的时候呢，这个卷它就不柔和了。好，继续饱满向后啊，上面2片都是重叠的啊，饱满的手法。看一下啊，我们夹的最后这片，大家数一数，是不是整体是10片头发就夹完了啊？这样子你们在店里面在卷的时候呢，其实这款发型啊，就是10片这样子，其实会更好的复制，就更容易上手啊。好，继续。好，走。录这个视频的目的也是一样啊，同样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把这些技巧呀、这些手法、整体的这种操作的细节，大家能够把它学会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讲的比较详细，每一步大家认真去看啊，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收获的啊。好，继续走，发梢慢慢的卷出来，发梢慢慢的卷出来。OK， 好 ，OK， 好了，这就卷完了，我们往前面一放啊，前面放一下，看看它整体的效果啊。好，这样看得到啊，看看它整体的这个效果啊，就出来了，是比较舒缓的一个卷度啊。就这是我们夹完大概的整体的一个轮廓啊。我们现在还没有打造型品，其实我们没打造型品这个状态呢，是我们店里面顾客卷完一个状态。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打上造型品，比如这个时候我们打上造型品了啊，那我们就是来考虑到拍照的时候的效果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造型的过程当中呢，要记住个点，就是造型品其实我们尽量不打就不打，因为顾客刚洗完头做完头发，就是他希望干干净净的感觉。那如果说我们要表现拍照出来的整体的这种氛围感，比如说要有点湿湿的感觉呀，或者是要有点就是质感的这种，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造型品去打上啊。那如果说我们要做完，保证它干干净净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完夹完这个形状就 OK 了啊。好，这是整体夹完的一个造型。接下来我们会打上一点造型品。这款发型我是需要它有质感的效果，所以说我在用的时候啊，这个是一点点发泥啊，大家在店里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用，比如说类似于这种发乳的这个效果。这个发乳的效果呢，就相对是比较柔和一些。那发泥如果说你们不拍照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个不用去选择它，因为不拍照这个相对会有点黏。但这个的话是无所谓的，这个其实质感蛮好啊，就是说就像我们做面膜一样的，很容易被吸收掉。所以说这是我们要的2种效果啊。好，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让它整体体现出这个质感的效果出来。好，打理的时候啊，我们要把这个头发呢，让所有头发都吃透这个造型品啊，这样子才会更加有质感。当然，打理的方式啊有很多种。那我们这种呢是，打理质感的这个造型品操作的一个方式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往上拖、往上捏的这种方式，那这个呢不适合这款造型品啊。这款造型品相对是比较黏，它就很难吃透。所以说我们在打理造型品的时候啊，尽量用力去拍，让每一根发丝都吃透造型品，这样子质感就会更好啊。然后到我们的颈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头发看好了，小头发一定要把它全部收干净啊，收干净。
好，两侧这里也是一样啊，从下往上一提，往后一收。好，这里收完以后，它会出现个什么效果呢？就会呈现出一个菱形的效果出来。好，两侧那这边。好，走，收干净，收干净。角度啊，从下往上提，往后收。好，前面前面这个地方呢，我们前面讲的很清楚啊，也是一样啊，3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整体最后这一下是把所有头发往后拉，拉过来后，手指往头发里面去，拉通，拉透。好，整体的这个效果啊，这是刘海打理出来的整体这个效果啊，就会有了。啊，比如大家看一下啊，整体这种，打理完以后 ，OK， 好，到这边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打理好了以后，我们选择用吹风机啊，吹风机把它全部吹散。吹的时候，我们选择用冷风啊，选择用冷风全部把它吹散开。不用怕啊，不用怕把它吹直了啊，不用怕的啊。我们做完造型要有打散开它的勇气。包括大家看到这个刘海啊，整体它还是有有这样的一个支撑力在的。所以说我们吹完刘海也好，做完卷也好，不用管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去把它吹散开，不用怕啊。好，这吹完以后放到前面来的这个效果，我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也没有做任何的手法去打理它啊，就是我们吹完以后放到前面，它就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我们在夹造型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个点，就是我们发型的一个基本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刚才吹的这波刘海啊很重要。OK， 我们做完以后呢，往前面放，大概看一下啊，它的一个轮廓和质感。也就是说，这个造型做完以后呢，它的质感会非常强啊。我们不需要柔软的，如果说做丝状的话，我们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在店里面大家不拍照的情况下，用柔软的那款是比较好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打理完整体它这个效果啊。那我们看完这个效果以后，我接下来分享就是说如何去打理出这样有质感的轮廓和线条，好吧？ OK， 好，当你这个造型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点，就是我们头顶这个地方它要呈现出一个 A 型的一个状态 ，A 型状态，也就是说，那我们要保证上面这一节啊，它呈现出一个菱形的一个状态来。所以说我们在吹基本型的时候，刘海这个地方的一个基本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那这个地方我们在起卷的时候啊，我们在起卷的时候高度也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在打理的时候，按照我们的整体的菱形的上面这个菱形的效果啊，虽然我们整体看出来它是个 A 型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啊，这个上面它是呈现出个菱形的一个状态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打理的时候要保证它是 A 型的一个状态呢，那我们从这个它的整体的轮廓上来说 A 型的一个轮廓，那我们要保证它两边的这个扩张度啊。当然扩张度如果说太往里面收了呢，这个地方它就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大气。 所以说我们在两侧啊，保证它这个地方的这个什么，保证它这个地方有个差不多一个拳头的宽度啊，一个拳头的宽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在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保证它看出来它整体呈现出 A 型的一个轮廓是怎样去才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线条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或者这个线条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扩张开。就我们在相机上面看到的造型，永远比现实生活中的这个轮廓要 大，所以说我们在拉这个整体的线条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线条呢稍微再把它打散开一点，再把它拉开一点点。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子，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才能更好的体现它整体的轮廓。那么在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个，就是边上这个轮廓线，我们要让它更加的自然。包括我们内轮廓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不要让它两边是一样对称的，
就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不要很刻意的去左右或者前后，这左右一定要让它这根线条要对称，那根线条就是不对称，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要保证，就是我们拉到前面去，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样子我们拍完的照片才会更加的什么，更加有唯美的这种感觉，更加舒服。如果说我们拉出来用梳子去梳，那梳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线条就特别的硬，所以说我们要保证它是拍完的效果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这个线条和这个线条呢，我们不要保证它是左右对称，就可以随意的去按照我们整个轮廓的线的这个什么，这个轮廓线的这个什么纹理去调整。A 型嘛，对吧？这个轮廓线 A 型，所以说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好，这边上这个线条啊，要出来以后，它是个轮廓线。那这边我们在拉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很自然的把它分出一些线条来，也不用把它这里面啊，包括在内轮廓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不能够让它很实。我们在把它调整的时候呢，可以往里面拉一点点啊，这样子它是内外什么内外的虚实结合的啊，包括这个线条也是一样，内外的虚实是结合的啊。我们看的时候，你们能够看得到整体外轮廓这根线条，整体外轮廓这个线条啊，这个线条。所以说我们在调整这个造型的时候啊，要记住 A 型的轮廓，它整体的轮廓线要扩张开啊。那整体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保证那是一个大 A 型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啊。但是最主要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刘海这部分和我们整体这个这个是两侧这里啊，这个菱形的一个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大家要把这几个点控制好了，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是上面呈现出 A 型的一个状态，那两侧这个上半截呢，我们要保证它呈现出一个菱形的一个状态来。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点要控制好啊，大的一个轮廓它是个 A 型啊，大的轮廓是 A 型。好，第三个点我们要在调整完了以后，我们要保证这个线条纹理，我们来拍出来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很刻意的去拉这个线条，它左右对称，很自然的把这个线条呢拉开。好，最后一个点就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轮廓线，我们在拍照的时候要比现实生活中的看到的要大，这样子我们做完的发型在相机上面去呈现出来这个什么美感才会更强。OK。